什么是 token 经济？有一天你在办公室对着 AR 打了这么几个字，我爱你，你按下回车，屏幕上 AR 就开始回复你，看起来这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对话了，但是这背后却发生着一件复杂的计算。在 AR 的眼里，它不认识人类自然语言，就像是计算机满脑子只有0和1一样。AR 的脑子里只有一段信号的，它会被拆开变成一段一段可以计算的单位，这些最小单位有一个名字叫做 token， 中文叫做词元。那什么是 token 词元呢？我们就来做一个测试好了。中文我爱你是3个 tokens 3个字符，英文的 I love you 也是3个 tokens 10个字符。这里的中英文的 token 的数量是一样的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token 不是字也不是词，而是模型用来理解世界的最小计量单位，或者说 token 把人类语言拆解成机器能懂的碎片了。听到这里，大多数人就会以为这只是一个技术细节，干嘛告诉我啊？因为它很重要啊！当你输入我爱你的时候，这些 token 就会被模型计算。当 AR 开始回复你的时候，它会在一个一个的生成 token。也就是说，人类与 AR 的对话本质上是一场 token 词源的流动。而流动就意味着一件事情，消耗。比如你让它做一张海报，消耗了多少 token 呢？ AR 完成了多少工作量呢？那么问题来了，当工作产量可以用 token 衡量的时候，它的成本和价格应该怎么定呢？王富贵有一家电商公司，每天都要做一张拖鞋促销海报。过去他有一个美工，月工资是9000块钱，一天做一张海报，每张海报的成本大概是300块钱嘛。后来他开始用 AR， 同样一张海报1分钟内完成，几乎没有时间成本，而这张海报带来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巨大的差别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这张海报成本是多少呢？有可能你会说不要钱啊，现在很多的 AR 工具都是免费的，豆包、千问、元宝随便用啊。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，免费不等于没有成本啊，这些免费只是因为有人在替你付费，而这些大模型的背后，数据中心是在烧电的，模型是不断在推理的，也就是说每一次的生成其实都是在消耗真实的资源，只不过现在这个成本被平台补贴了而已嘛。但是你看另外一边 ChatGPT 和 Gemini 他们都是付费订阅的呀。当补贴结束的时候，当竞争稳定的时候，天下肯定是没有午餐的嘛。但是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在讨论范围了。回到这张海报的成本不是0，而是消耗了多少 token。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这个结论是非常重要的，成本从时间函数变成了计算函数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仔细想一想，就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，人类的劳动报酬几乎都是按时间计算的，上班是按月薪或者是时薪的。过去整个社会经济的成本计算方式本质上就是时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人类的世界里边有一个无法绕开的事实，生命是单向消耗的。一个美工一天只有24个小时，他今天做了这张海报，就不可能再同时做另外一张了。所以当王富贵付他300块钱的时候，他买的是这个生命体不可逆的一段时间。工作8个小时，本质上就是把8个小时的人生卖给了公司。而公司也很清楚一件事情，这8个小时里边并不全是有效产出的，里边包含了发呆、走神、摸鱼、情绪等等。在碳基的世界里边，这些损耗是不可避免的呀。但是 AR 把这件事给彻底掀翻了。 AR 不卖时间，它甚至是没有时间的概念的，它不疲劳、不休息、不焦虑，也不会因为状态不好今天就少出2个版本的海报。它只做一件事情，计算。当 AR 生成一张海报的时候，它没有工作了1分钟这个概念的，它只做了一件事，消耗了一段 token 词源。 AR 时代是整个底层价格体系的重塑，这就是token 经济。但是如果你觉得这只是做海报变便宜了，那就太低估这件事情了。那么我们再来换一个例子，
你用过 iPhone 的吧？一台售价7999的手机，如果拆开来看，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：屏幕、电池、外壳加起来可能就是3000块钱，工厂组装可能只要10几块钱，那剩下的4000块钱去了哪里呢？答案很简单，我们在为思考付钱，为芯片设计，为系统架构，为工业设计，为算法优化等等。也就是说，买的不是手机本身，而是人类最顶级的大脑事件，这个叫做智力溢价。但是现在这件事情就开始变咯，我们把王富贵的逻辑套到了 iPhone 身上。过去设计一个模块需要50个工程师开会争论试错，要花3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。但是现在只要输入一个复杂的指令，模型就开始运行了，消耗海量的 token。也就是说，思考也是在被工业化了，一整套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开始发生了变化。第一是效率的意义变了。过去效率的提升意味着用更少的时间赚更多的钱嘛，但是在 token 的世界里，时间已经不是成本了。第二，竞争的本质变了。过去公司之间拼什么呢？拼人，拼团队，拼谁更努力。但是现在开始就变成了拼谁的 token 更便宜，更加智能。于是竞争的核心就从人力资本转向了算力加上算法。第三是权力的分配变了。在旧世界里，最重要的资源是人，谁能够组织更多的人，谁就更强嘛。但是在新世界里，真正重要的资源变成了 token。你会发现这个结构就非常熟悉了，资源垄断定价权和石油时代的逻辑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第四，最深层的一层变化来了。当劳动被拆解成 token 之后，一件几乎不可逆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劳动被彻底的标准化了。过去每个人的能力不同，每个作品是带着人的差异的。以后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被还原成一段计算的流程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脑力劳动开始像支付水和电一样被使用了。用户根据实际消耗支付费用。这段话该怎么理解呢？你想一想，现在是怎么用电的？你不会关心哪个电厂发电的，是哪台发电机在运转的，你只关心一件事情，用了多少度的电，要付多少的钱。用水也是一样的，你打开水龙头，水就出来了呀，你只要看水表，多少吨的水要付多少钱。而 AR 正在把办公室劳动变成了同样的东西。过去你用一个人要面试，要管理，要沟通，要发工资，要承担他的情绪和状态。现在你用 AR 只需要输入一句，结果就出来了。中间发生了什么呢？不需要知道，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情，这次生成是消耗了多少的 token。同样的，王富贵也不再关心是哪个设计师做的，做了多久，他只关心一件事情，做出这张海报要消耗多少的 token。但是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再往上看一层，你就会发现这已经不是王富贵的账本的问题了，这个就是国家层面的事情了。过去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国，向全世界输出物质资料，家电、服装、汽车等等。但是在 AR 时代，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变化，生产资料正在从物质转向计算。未来的竞争不只是谁的工厂更大，谁的制造能力更强，而是谁能生产更多、更便宜、更智能的 token。 或者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次角色的转换。工业时代，中国输出的是商品，而在 AR 时代，中国如果要升级，输出的将是智能，从工业国走向智算国。而在另外一边，中美的竞争也在悄悄地转换战场。过去争什么呢？石油、航道、能源。但是现在真正的核心资源已经变了，很多人还在用旧世界的视角去理解竞争，传统的能源大国之间的思维去争夺石油、关税、制造业等等。但是真正的新石油已经出现了，不是黑色的液体，而是token。 谁控制 token 的生产，谁控制 token 的成本和智能，谁掌握 token 的定价权，谁就掌握了这个时代的新能源。 token 就是数字时代的石油。对了，今天我们讲的 token 只是针对 AR 世界里的，在加密货币世界里的 token 我们是还没有讲的，有兴趣我们再下次讲。好了，说完了，再见。